16岁以前，好像飞行员都只是出现在电影里面，就离我很遥远。然后小时候呢，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嘛，然后呢，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都是希望我比较文静一点，所以带我去学钢琴啊，然后要学法语啊。有一次，在一个立场的周会上面，然后有一个新加坡青年飞行部俱乐部的一个会员来我们的学校介绍，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16岁的小女生就听到说，哎，可以免费的学飞机，那就一定要去试试看。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也是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女儿先学会了开飞机，然后才会驾驶汽车。32岁的楼阳少校，目前是空军部队123中队唯一的女性飞行员。我们其实会接触蛮多现役跟退役的飞行员，他们就会介绍以前他们在空军的时候飞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是想，我有一天要穿上那个飞行服。我今天回到这个381基地呢，看到这架飞机呢，带来了很多这个很美好的回忆。当时才20多岁，刚踏入社会，第一个职业，人生就是环绕着开飞机，做了很多有不同的这个行动。这架直升机也曾载着46岁的国会议员傅立山和他的职业生涯与梦想一同起飞。大概30岁，我就开始把家里的一些器具啊，好像家里的电话啊、闹钟啊、马桶盖我都开起来看过，都很好奇，喜欢好像当着玩具这样子玩，所以我就想过说长大想当工程师。大概17、18岁的时候，我非常向往出国留学，刚好国防部也开始招收了女生的军官，我就觉得应该去试一试。即便是那个时候很少女性的飞行员。立山获得第2届颁发给女学生的武装部队奖学金，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就读工程系，学成归国后投入飞行员训练。在做初期训练时候，的确开始很困难，每几个星期就会看到另外一位的队友被淘汰了，这肯定是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早期的几位女性的飞行员，她们都是开运输机或者当教官的飞行员。那其中一位他就非常的鼓励我们后辈，让我们要在空军里面也可以成功，也可以当着优秀的飞行员。2012年，23岁的楼阳也踏上了学姐曾走过的征途，正式加入空军部队。我第1年的学习就是飞行的学习，其实就是很高度有纪律的军人的生活了。每天早上其实挺早就起来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准备我们的飞行。然后飞行到天空中，就是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把我们需要练的东西练好。训练了差不多半年，有一些我们的同学跟同事不及格，当他们收拾行李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更努力的，能让继续他们的梦想。我们的中队是123中队，我们的中队呢是飞海鹰 S-70B 舰载制直升机。平时我们会跟海军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海军演习，通过这些演习，我们可以提高空军跟海军两军的一个作战的能力。飞行跟运动一样，它是需要循序渐进跟重复的练习，才可以把很多基本的东西做好。我在参加125中队的时候，驾驶是超级美洲豹中型的直升机。主要任务就是我们支援陆军还有海军的一些任务，也包括了拯救搜索的任务。我们有一个时间限制，跑出去马上开飞机起飞，然后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赶快找到那个伤者的地点，然后再到中央医院去拯救。
所以时间都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紧凑的。2005年我参与亚洲海啸的拯救工作嘛，主要任务就是每天从亚旗的机场呢再送食物还有一些医药的用品递给我们那边的灾民啊，真的是一大片死亡的感觉。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余震，所以我们在各方面的呢都要一直非常的谨慎，能够很顺利很安全的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做好。当飞行员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人我就不会畏惧挑战，就不要局限自己。每天早上都会开始做一些运动，然后才开始工作。我开始是做很多的长跑，像做马拉松之类的运动，从13岁就开始。过去的几年我也开始做了3项的竞赛，最近也做了瑜伽。傅丽珊拥有优异的体能，来自过去军旅生涯的锻炼。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她，在2006年担任我国史上第1位总统全职女副官。那个时候，我为拿单总统服务了4年的时间，跟他一起去参加了很多这些筹款的晚宴啊活动。我最敬佩他的是他自己的对人生的那种奋斗的精神。用他的总统的身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可能也受到他的一点熏陶、一些影响。2010年，傅丽珊选择退役，转换跑道，加入樟宜机场集团。空军部队在那里待了大概16年的时间。到了大概35岁的时候，觉得其实人生也应该尝试不同的行业。我现在在樟宜机场任职已经有大概11年的时间了。之内最大的工程就是设计跟建造这个第4大科大厦，那大概是5年到6年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工作方面呢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满足感。也是在这时，傅丽珊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目光之中。For the airlines, this means cost savings to them because when the processes are automated, that means they don't have to have that many manpower manning the counters as well as boarding. 到了樟宜机场工作，就有很多机会要跟媒体接触。所以人生好像冥冥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嘛，一个安排。当然也没有想到说，后来当了议员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场合，比如说接受访问啊，还有做一些拍摄的一些工作。这时的楼阳也如同雏鸟在充实它的羽翼，到一往无际的汪洋上，与海军及多国的军队共同操演海上作战能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8年是环太平洋多边军事演习，我们把直升机降到一个军舰上面，军舰的那个停机坪大概只有比篮球场再大一点的一个 size， 而且加上海浪的滚动，而且还有加上天气跟晚上的一个能见度的一个限制的话，其实能把一个飞机很精准的降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停机坪上，是有它一定的挑战的。那个时候我的教练就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的，慢慢的去教我说怎么做这个动作，然后呢，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演习，让我们的那个技术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45岁时的傅丽珊，人生道路上又有新目标。她当选38望集选区议员，进入国会殿堂。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如果只是做义工的话呢，可能可以影响到的人有限。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呢，在国会里面我们发表意见，特别是通过一些新的法令啊，对某些社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推动或者改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发言。There is no doubt that secondhand smoke threatens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harmon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non-smokers must be addressed. Good morning, a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taking time this morning on bright and sunny Sunday morning. Take your time. 每个星期有3、4天，丽珊都会到她的选区参与服务居民的工作。Hi, morning. How's everything so far? Okay? Everything okay. Okay, yeah. You take your jab ready, yeah? Very good. 作为一个议员，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广泛。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居民。如果过60岁了哈，政府说会打多一个第三。你要80了，跨唔出嚟？今年跨唔出？他就要60歲回。七十八。当然就是要牺牲一些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包括睡眠。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在抛球这样子，一直在平衡。38望空军基地留下傅丽珊和楼阳的军旅生活足迹，两人第一次碰面就有共同的回忆。大姐你好，你好，我们要买茶叶蛋，可以给3粒。OK， 很香哦。拜拜，拜拜，好，拜。这个是我们很有名的那个38望的茶叶蛋，对。闻起来很香，闻起来很香。我们那边的那个飞行员每次这边买几粒，然后就大家分一分吃，当早餐。有时候都没时间吃饭哦，赶着去训练。对，这个刚好吃顶着肚子。我有的时候跟我那个外面的朋友分享我们做的那个工作的一些内容，他们也说哇，就是好像真的很不一样，然后都是一直是有 action 的那种感觉。他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好像他们在拍戏这样。有一点。好像我们凌晨2、3点的时候要飞到这个南中国海那边去救人。现在想回是有点当时是怎么做的？那个时候我们 helicopter group 有做一个那个 command challenge，然后我们就是每一个飞机种的人都在一条线，然后那个哨声一响，我们就开始跑，然后穿这个制服跑，然后跑到飞机，拿钢盔、包包全部一起跑。对，然后跑到那个飞机，然后就开始启动那个飞机。我是负责我们中队的那个跑，我就没有赢过你们中队，所以就说明你们真的就是常常在做这件事情。对。你比我早很多年参加这个空军，是的。那个年代好像我觉得好像女生做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普遍。那个时候我可以算是第2位女性的直升机飞行员，可以说是稀有品种。有一次他们就跟我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sir， 然后我就我看是我去留长发比较好，所以我就留了长发。现在战斗机、直升机跟运输机都有女性的那个飞行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起聚会，就说其实很高兴像你们这样子的前辈，可以帮我们把那个路给铺平。就希望说这样每一代都有更多的我们的女生呢能够参与我们这个工作。我们一定会加油的，加油，谢谢。因为我可能是第1位当过飞行员，然后个性方面又是非常的好动，可能会跟之前比较那种典型的女议员的这样子的形象就有一些不同。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没关系啊，不需要都打扮得很漂亮。现在傅丽珊以身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为她所关心的议题发声。其中一项是她热爱的运动。Describe Pelocry in 3 words.
他邀请多位运动员一同拍摄网络视频，推广运动风气。So I give you a head start first. Okay. Nice, good job. That's really good. Nice stuff.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丽珊也常分享自己的人生历练，鼓励年轻女孩勇敢追逐梦想。Do you have some kind of big ambition or dreams to work in the aviation sector in the future? Becoming a pilot, becoming an aeronautical engineer, or maybe even an astronaut? Flying training is serious business, but very fulfilling as well. 我本身认为呢，年轻人应该多多的鼓励他们。譬如说，如果中学女生想当飞行员的话，但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惧怕。但是如果有人在他们面前跟他说，其实这是没有问题的，我都做到了，更何况是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你们更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环境，应该勇敢去做。而楼阳也在武装部队的路演活动上，在下一代的心中撒下空军飞行梦的种子。其实我觉得我们工作很有乐趣的另外一面，是我们可以走入人群。我们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家大小，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飞机，他们会去触摸，然后也会去操作飞行模拟器。有一些小朋友看到我们，就会告诉他们的爸妈说：“哎，我们以后想要做飞行员。”看到这些很天真无邪的面孔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对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实是我们在保护这片家园，跟我们爱的家人。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人。Morning, lyrics. Morning, sir.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Good, good, good. So are you ready for the brief later? I'm ready. I will prepare the public overlapping coverage and. 近2年晋升为少校的楼阳，现在是负责带领10名年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小队长。如果在训练上面有的时候途中会遇到问题，我会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一些经历，然后我怎么去克服这些难关。我看到他们进步，比我之前可以做到的那个成就感是更高的。Yes, good. 其实飞行是一个高度需要专业技能跟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有地面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工程师，有控制塔里面的人员，这些都是很多人在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叫做 FOD walk， 就是把那个跑道上的异物一点点的捡起来，然后我们起飞之前要做所有的飞机的最后的检查。一个蛮资深的教练告诉我说，每一个成功的起飞就要配合它每一个成功的降落。它就英文就是 number of takeoffs equals to number of landings。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对我到很后来的时候都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飞行员降落的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是要安全着陆。其实这个是我们2017年的一个家庭日，这个是我们中队希望家人更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请他们来。我父母亲刚开始在对于我要参军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担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女孩子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跟想要从事这个事情的勇气。他们看说，哎，我们的同事们都很热情，然后呢，我们整个工作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喜欢的，然后他们也是支持的。而不论工作多忙碌，丽珊每周都会去探望父母亲。丽珊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子啊。当然，我们对她那种驾飞机啊这种比较冒险的，当然会很担心啊。所以每个拜六，她可以从兵营里面出来，我们都去帮她载她回来。我们也预料她长大一定会去从政的。因为
像他这样的心地的孩子啊，并不会有很多见。当然舍不得，作为家长都会的，担心他身体不懂，可以支持得了吗？我们也是经常有注意他的健康的情况啦。他很累的时候，我们每次说，哎呀，不然就炖一点鸡汤啊，或者炖一点补药给他吃啊，多少在生活上可以帮忙他一点。我是觉得很幸福，因为父母亲从小就给我很多的空间，让我自由的发展，然后也是经常在背后鼓励我。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成长呢，影响到我长大之后呢，选择了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生活。我觉得椰子可以当这食物吃，或者椰水可以喝，连它的树干啊、它的叶子啊，都可以拿来做成一些家庭的一些用料。做人也是差不多像椰子树这样，每一方面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出贡献。我喜欢松树，可以俯瞰众生，俯瞰这个世界，可以看到很多代的人。女性就是这样子，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可以做这么好的工作，其实是社会进步了很多，才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一步。